这台安克 Primer 桌面充 Pro 加并不是老款的小改款，而是一台把协议兼容性、功率调度能力和满功率持续输出的边界都做得成熟的旗舰级桌面充电站。也许它未必是给所有人准备的，但是如果你桌面上设备多、协议杂、负载又重，那它这次升级的价值你是能真切感受到的。哥们大家好啊，测试片测完后，这台安克 Primer 桌面充 Pro 加最值得追下去的其实已经很明确了。外观看起来和老款一样，参数规格还是那个规格，但真机跑出来的兼容性、多口调度和持续输出表现明显不是老款那个味儿，尤其是手机快充生态补得更完整了，高负载持续能力也往前推了一截。这也说明它的升级大概率不只是表面功能层面的变化，内部电路、协议、散热应该都是动过的。这期拆解我们只看电路和用料本身，看它到底在老平台上继续深挖，还是已经把关键的架构重新做了一遍。配套的这根8字电源线规格还是2乘0.75平方，跟老款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就不拆它了，我们直接对充电站本体做拆解。还是那句话啊，充电站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这个超声波焊接焊得非常的牢啊，想把它撬开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用切割机直接把它切掉。内部旋钮上面包有陶瓷纤维隔热棉啊，屏幕的背面区域贴有蓝色的导热硅脂贴，这个是主板模块本体，内部大量的灌了粉色的导热硅胶，这一块 PCB 上面都是导热胶啊，灰色和蓝色两种材质。取下充电器的2个铝制散热片，背面都有黑色的麦拉片做绝缘隔离，散热片上还贴有2片白色的导热贴。打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全灌封的工艺。主板背面内部还有一层紫铜板啊，铜板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取下这一块紫铜散热板，背面同样是有黑色的麦拉片做绝缘了，剩下的底部全部都是粉色的导热硅胶。8字插座上面同样有这个隔热棉啊，就这么随便的清理了一下，都弄了这么一堆出来，我要花点时间把这个胶全部清理下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散热胶清了这么多出来，这个就是清理完散热胶的样子啊。这次升级版的安克 Primer 桌面充 Pro 加拆解后的最直观的第一感受就是它的散热确实加强了，不像上一代那么敷衍，用紫铜板均热2个铝散热片用来扩散热量，内部的散热胶全灌封，这是我们拆出来的第一个跟老款不一样的地方。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拆到这里，这台安克 Primer 桌面充 Pro 加的味道其实已经出来了。它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外面变了多少，也不是参数表多了什么，而是咱们前面测试片里那些变化到这里终于开始能找到原因了。你看它在表面上还是熟悉的桌面充电站的造型，接口数量没有变，功率规格也没有变，但是测试跑出来的结果却很明显，兼容性更完整了，多口调度更稳了，高负载持续能力也比老款更强。这种变化通常不是简简单单调参数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内部的电路和控制思路已经不是老款那种原封不动的延续了。从整体架构看，它依旧是一台标准的大功率多口桌面充电站的思路，也就是说，这台机器表面上看起来是6个充电口，实际上内部是一整套彼此联动的供电系统。而这一代最值得往下看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它并不是把简单的老款的那套成熟的方案照搬过来，
而是在几个关键的位置上明显有重新打磨的痕迹。至于这些变化到底藏在哪，怎么改的，又为什么能把前面测试片里的表现往上面推一截，后面几个章节我来给大家摊开讲。我们先看 EMI 及主电源电路。首先是 AC 输入端，东莞贝特电子 6.3 安250伏慢容保险丝，负责过流保护，把后级整机保住。贝特电子2003年成立，专注过流保护元器件制造。一颗东莞晨曦电子 X2 安硅电容，接着后面是一颗小巧的第一级供膜电感，紧跟着又是2颗同样的晨曦电子安硅 X2 电容，再配合第2级大型的供膜电感，它们一起把供膜和插膜干扰分2级压下去。晨曦电子2014年成立，专注电子元器件生产与销售。整流部分这次用的是重庆评委实业2颗15安800伏桥式整流条，它没有走激进的有源整流，而是优先把整流段做稳，把发热和电流分担开。评委实业成立于1988年，专注于电源用半导体器件研发与制造。后面还有晨曦电子1微法加1微法加 1.5 微法3颗薄膜电容，配合环形电感组成派型滤波，把整流后的高频纹波再压一遍。南通三星电子2颗偏置电解电容，给主控提供启动和工作偏置。三星电子1995年成立，主营铝电解和固态电容。真正的升级重点在主电源这里，电源主控从 N 质谱换成了德国英飞凌半导体出品的 XDPS 2BF11，这是 PFC 加 HFB 2合一控制器。这个主控的价值不是把前后级简单拼起来，而是把功率因素校正和主功率变换联动起来，跟咱们前面测拆的安克新款 Primer 160瓦频显充电器是用的同款主控。英飞凌半导体1999年成立，全球领先的功率半导体大厂。PFC 开关管用的是珠海佳未来科技出品的 G1 N65 R070 TR-H 氮化镓器件。佳未来科技2021年成立，专注于半导体分离器件制造。后面再接评委实业的 SF1008 FCT 超快恢复2极管做 PFC 整流。PFC 电感用的是 ATQ28 磁芯，外部包有耐高温的胶带做保护。高压母线储能滤波用的是南通三星电子150微法450伏电解电容。HFB 混合半桥2颗主开关管用的是德国英飞凌半导体出品的库尔莫斯系列第8代产品，型号是 IPP60R180CM8。谐振网络用的是一颗东莞晨曦电子的 0.33 微法薄膜电容做谐振电容，最后通过一颗主变压器把高压功率送往隔离侧。这一套电路从保险、EMI、整流、滤波到 PFC、HFB、谐振和主变，一整条主功率链路都铺开了。后面6个充电口到底能不能稳，能不能久，我们继续往下看。隔离、输出及主控电路，这一段电路要解决的就不是把功率做出来，而是要把功率做稳。安全隔离用的是四川特瑞祥科技的680匹法贴片陶瓷安硅外电容，作用是在初次级之间给高频噪声留泄放通道。特瑞祥2014年成立，国内被动元器件行业领先企业。反馈电路这边，一颗乐山无线电431基准芯片，负责把反馈参考点盯死。乐山无线电1970年成立，中国最大的分立半导体器件制造基地企业。宁波群星微电子出品1018光电耦合器，把次级输出状态准确传回初级主控。群星微2018年成立，专注光电耦合器与光传感产品。再往后就是次级整流、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来自美国星源半导体，简称 MPS。这个芯片跟安克 Primer 160瓦频显充电器用的是同一款芯片，新型号目前没有资料可查。星源半导体1997年创立，主营高效率电源管理方案。同步整流芯片驱动一颗评委实业出品的 PW022N12TS 超低类组的 NMOS 开关管做同步整流。输出滤波这里，南通三星电子 FH 系列560微法35伏固态电容4颗，再叠加4颗上海永明电子100微法35伏固态电容。永明电子2004年成立，专注铝电解电容研发与制造，总滤波容量2640微法。这是给后面6口分电前，先把主母线稳压，把顺态余量留够。MCU 控制部分， MCU 供电先有杭州西丽杰半导体的 SY8301ABC 降压芯片，配合旁边一颗合金电感，把直流母线电压降到逻辑需要的电压。
犀利捷2008年成立，主营模拟电源和信号链芯片，再用三星电子100微法6.3伏固态电容把电源收干净，还有一颗乐山无线电431基准芯片继续做精密参考。蓝牙无线连接用的是上海乐星科技出品的 ESP32-C3 蓝牙模块。乐星电子2008年成立，主营无线 MSU 与 OLED 芯片，主控 MSU 用的是广东华星威特集成电路出品的 SWM34S 系列 MSU 做系统控制，以及驱动人机交互用的全彩显示屏。华星威特2018年成立，主要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设计研发及相关技术服务。外部再挂一颗北京兆易创新出品的 128Mbit 闪存，用于纯配置和数据。兆易创新2005年成立，主营存储器、MCU、传感和模拟产品。这一段电路已经把隔离输出、逻辑电源、无线连接、显示交互和整机策略绑成了一套系统。整机的 APP 控制、自定义模式、AI 分配、底层硬件支撑就在这里。4C 2A 6口输出电路，这一章才是这台机器真正面向用户的部分。4个 C 口，这次不是简单的协议控制输出，而是配上了4颗西安托尔微电子出品的TMI3452 Buck 转换器芯片。托尔微电子2007年成立，主营高性能模拟和数模混合电路，背面再各配4颗环形电感，组成4路 Buck 电路，让每个 C 口都具备各自的调节能力，而不是随插进来就把整条输出母线拉得东倒西歪。协议层这里2颗协议芯片是上海蓝星科技出品的 SC2167A， 负责4个 C 口的协议握手识别以及每个充电口的功率调度。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是一家专注模拟和嵌入式芯片的设计企业。深圳鼎泰半导体出品的 NMOS 开关管一共用了12颗，有2种型号，8颗适应 S4480 的 MOS 管，组成4路半焦拓扑，4颗适应7408的 NMOS 开关管，分端4个充电口的 V80 控制。鼎泰半导体2018年成立，专营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半导体研发与销售。电流采样这边 R2002 和 R2005 各4颗贴片电阻，这就是4路 Buck 电路的采样基础。输出滤波由永明电子3颗固态电容和三星电子的1颗固态电容，把每一个充电口的末端文波再收一遍。所以这次4个 C 口的升级不只是协议芯片换了，而是协议、Buck、采样、V-Bus 管理一起重做了。2个 A 口这边，协议芯片用的是珠海智荣科技出品的 SW3566H， 2颗半桥 MOS 用鼎泰半导体的4480， 2颗 V-Bus 开关管用的是鼎泰半导体7408， 2路电流检测各上1颗北京盛邦微电子出品的 SGM8199A2 电流检测芯片，把2个 A 口的输出电流单独看住。盛邦微2007年成立，主营模拟和混合信号电源管理芯片。A 口输入滤波这边是三星电子220微法35伏固态电容，输出这边2颗150微法25伏固态电容，把 A 口的文波压下去。这一套电路4个 C 口负责高功率、多协议、强调度，2个 A 口则走成熟的补位路线。前面测试篇大家看到的小米、华为 PBS 融合快充 PD 多生态兼容，以及多设备混插基本不断联，硬件答案都落在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台安克 Prime 桌面充 Pro 加的电路优缺点。先说优点，而且这台机器的优点不是某一颗器件特别亮眼，而是整套平台的思路已经很成熟。第一，就是它把英飞凌 XDPS 这套新一代电源平台继续沿用了。前面我们测的 Prime 160瓦平潜充电器我们已经见过，这次到250瓦桌面充它又继续往上面铺，这就不是尝鲜，而是已经开始平台化了。英飞凌这套平台本身就是主打的高效率、高功率密度、低待机和宽输出范围，官方240瓦参考设计也明确强调了这些方向，所以这种方案门槛高的不只是芯片本身，而是后面的功率器件、磁件、EMI、热设计和整机的连调都得跟上，没有一定实力的品牌通常不会轻易上。第二就是协议和多口调度明显更成熟了，这次不是单纯的加了几个快充协议，而是协议层、输出层、控制层一起升级了。咱们前面测试里已经看到小米、华为、公版 PBS 融合快充这些生态都能更顺的接进来，
多设备混插只要不超过总功率预算，基本也能做到不断连。这种提升说明它已经不是会充电这么简单，而是开始真正理解多设备工程这件事了。第三是散热思路更加工程化，这一代不是以前那种单纯靠厚重金属件撑场面的味道，而是明显开始讲热路径、讲均热、讲整机的热耦合，也就是拆解过程中看到的全灌胶散热、止铜板均热、铝板散热、陶瓷纤维隔热。这些东西最后不是看宣传，而是看结果。前面烤机已经测出来，同样是高功率并发，这一代的持续输出能力比老款更强，说明它的散热优化不是摆设，而是实打实的落到了性能边界上。当然，它也不是完全没有门槛，这台机器电路已经做得够好，而且它不是一台纯傻瓜式的产品，它的参数、模式、APP 玩法都比较多。真想把每个充电口调到最适合自己的状态，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去摸索，但是这点也不用担心，因为这台机器本身已经给了一个比较稳的解决方案，直接用 AI 模式就可以了，交给它自己调度，同样可以把它大部分的性能发挥出来。所以这台机器的电路优缺点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优点是平台更先进，调度更成熟，散热更讲逻辑，缺点是电路堆得太先进，而且它的定位更高阶，更适合设备多、协议杂、桌面负载重的用户。兄弟们，这台安克 Primer 桌面充 Pro 加的测试和拆解全部都做完了，基本就可以下结论了啊！它这次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不是外观，不是参数表，而是内部平台真的升级了。测试片里看到的兼容性补齐，多口分配更稳，持续输出更强，到了拆解这里都能找到对应的硬件变化。也就是说，这台机器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把主电源、协议方案、散热结构一起往前推了一把。对于桌面充这种产品来说，这种升级比单纯多几瓦更有价值，因为真正决定体验的从来不是某个峰值数字，而是你桌面上设备多起来以后，它还能不能稳，能不能长时间顶住，能不能少掉链子。而这一代安克 Primer 桌面充 Pro 加给我的感觉就是已经越来越像一套成熟的桌面供电系统，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多口大功率桌面充电器。而且这次拆开以后，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它的散热思路明显更工程化了。这不是只追求看着用料猛的做法，而是真正开始围绕热传导、均热和整机热耦合去优化。我们这期拆解片最后有补测的满功率烤机内容，这个测试同样说明这台机器新的散热结构和热管理优化也确实是起作用了。所以这期最后我对它的评价很简单，这台安克 Primer 桌面充 Pro 加并不是老款的小改款，而是一台把协议兼容性、功率调度能力和满功率持续输出的边界都做得成熟的旗舰级桌面充电站。也许它未必是给所有人准备的，但是如果你桌面上设备多、协议杂、负载又重，那它这次升级的价值你是能真切感受到的。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测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载，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最后补一个粉丝们点名要看的项目啊，外挂一个半导体散热器之后，这台 Primer 桌面充 Pro 加到底能不能把240瓦直接顶住啊？这次我还是双口并发，把总功率拉到240瓦，结果很直接啊。我们一起来看那个充电曲线图 ，C1 口输出的是136瓦，另外一个 C 口是输出的96瓦，连续输出了3个小时，全程没有关断，也没有掉功率。大家看这个仪表，到现在还没有停。这个烤机过程，我用热像仪一共抓了3次充电口附近的温度，分别是61.3摄氏度、63.3摄氏度、65.4摄氏度，上升的很缓慢。也就是说，这个状态下，它其实没有到极限，继续往后烤，这个功率还可以持续输出的。这次我用的是黑鲨半导体的散热器，这个用的高档，实际的散热功率是28瓦。这个散热器大家都知道的啊，它的最高档位是36瓦的样子，所以这个补测也说明一件事，这代的散热结构本身已经比老款更能扛，再加一个辅助的外部散热，它的高负载边界还可以继续的往后推。老铁们，说到底，如今这个年代，谁手上还没有个半导体散热器呢？